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浩。大家都知道，比赛是一个很紧张的过程。前段时间，为了缓解紧张，我还专门和我的好朋友梁海源，我们一起去了趟广州找好朋友玩。当时入住酒店的时候，前台大哥很热情，用一口广东普通话给我们办入住，在那儿，哪位是郎总？哎，他叫梁海源，郎总，给我笑的。然后他说哪位是杂总？你就看着那个笑容从我脸上转移到了海源脸上，那一刻海笑了。哎，我当时急中生智，我是郎总，我马上站住了郎总的位置，我才是最会抢凳子的大屁股王。哎，我当时甚至在想，我要跟我爸一起来玩，那也太好笑了，大杂总和小杂总。当然，我爸最近肯定没空干这个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爸最近在忙什么？他每天生活重心就是在微博上面搜我的名字，给所有关于我的帖子控评。但很多关于我的帖子本来就没有评论。你们有给空评控过评吗？很多帖子下面就我爸一个人在那儿，浩哥真棒。哎，好不容易一条帖子3条评论，你点进去看，一条是我爸，一条是我妈，一条是评论罗伯特。我爸还把我的视频整理发在自己的账号上面，就说出去说，哎呀，明星儿子。我爸说，哎呀，夸奖了，夸奖了，女朋友都还没有。然后又说优秀的爸爸才能救出优秀的儿子。我说，哎呀，惭愧惭愧，女朋友都还没有。哎，我爸是把女朋友的还没有当句号用啊。吃饭没有？没有，女朋友的还没有。他真的现在我没有结婚是他最大的心结。哎，过年回家吃饭，饭桌上面催的可直接，一杯酒推过来，我想当爷爷了，给我吓得话都不敢说，在那儿装孙子。哎，酒喝的越多，说话越不靠谱。说你必须得在上海买房，家里可以支持你，因为你必须要结婚。我就给我爸说了一下上海的平均房价，他说那你必须要结婚。我甚至给我爸科普了一下江浙沪的平均彩礼标准。我爸那天喝多了，丧心病狂说我们可以不要彩礼。我们可以不要彩礼，安能辨我是雌雄啊。反正我爸现在线上催线下催，反倒小某书成了我唯独的净土。但1个月前我爸入侵了小某书，我是怎么发现的？因为他小某书的 ID 就是他本名，我爸实名上小某书。哎，你看你们父母的 ID 无外乎什么云淡风轻海阔天空，我爸的 ID 就是我怕你们一会儿去搜他，毕竟没有几个人叫贾才。哎，但其实只需要你在 report 里边写上贾浩2个字，不用你搜他，他会搜你。就像钓鱼一样，你丢下2个字贾浩，过一会儿就是收到一句浩哥真棒。还运营小某书，各种发帖子。前段时间我妈妈过生日嘛，她就发条小某书，标题是祝老婆60岁生日快乐，封面放的是我穿泳装的照片。我发誓没有吹牛，封面放的是我穿泳装尾波冲浪的照片。你们有在自己父母主页擦过边吗？你说他懂互联网吧，他实名上网；你说他不懂吧，他知道什么照片有流量。哎，老婆60岁生日快乐，为什么放我的照片啊？后来果然就有人说啊，贾浩60了。然后就有人说，重点不是有人叫他老婆吗？后面就开始有人诋毁了，说妈，一开始看到化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太会写了，太会。我能够理解是观众在开玩笑玩梗嘛，但为什么还有观众说浩哥你穿泳装好好看啊？我听完我真的惭愧，我女朋友都还没有。甚至还有观众问，这么好看的泳装在哪里买的？这还用问吗？上美团闪购啊，30分钟好货到手。美团闪购这个速度快点，我这个泳装短点。
你们看过《速度与激情》吗？哎，现在小某书泳装那条帖子已经有500多条评论了，我去看了一下，还有评论说夸我爸还是叔叔会玩互联网，我爸就回见笑了，只是简单的操作。我听完都气笑了，这还简单操作？你要复杂起来，我照片得打码了吧？哎，你的岁月静好是不是在擦边前行啊？我亲爱的大杂种。我爸真的各种骚操作，还教我说粉丝对你这么好，有空把粉丝们邀请到家里来吃饭。他真的这么做的，过年回家吃席，遇到一个人说粉丝，直接邀请回家了。你看我爸私联粉丝，还把粉丝带回家。如果这个事情爆出来，我希望父母行为不要上升到本人啊。我当然知道这都是父母的爱。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前几天发生的消息，我妈也入驻小某书了，还找我要了一些照片。我去看了一下她主页，她现在什么都没发，但我知道她蓄势待发。她刚起号，她还在养号，但她没有用自己的名字，她养的还是个假号。不要去搜她，因为我妈妈的 ID 叫假号的妈妈。谢谢大家，我好，谢谢。这290，减290，这太强了！求求了，让他290票以上，求求了！假号锁票通道开启。来，再次把掌声送给假号。张老师，我想先说一句话，就是我让我爸妈改名字了啊，大家不用去搜他，让他们改名字了。所以浩哥，你现在如果他们发社交媒体的一些内容，你会要求审他们的内容吗？肯定不会的。我甚至有段时间想过要不要说让我爸少玩点那个社交媒体什么的，但后来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也是他的权利，我没有任何资格说让他不玩。我如果让他不玩，就有点小时候他让我直接不玩什么。但可能要商量一个度。我告诉过我爸，我说夸我的你听得 OK 了，但如果以后有人骂我的，可能会骂到你这里。我爸就说：“嗨，我什么没见过。”那就是你的那个主打秀，你爸妈有组团去看吗？成都站他们去了8个人，大姨还有3姨，还有我表姐表妹、大姨父，还有我爸我妈一块拿着丝巾，我加哈。那我想问，就是你遇到他们有一些行为的时候，你是会感觉被爱更幸福的更多，还是尴尬？我觉得幸福占70%左右，有30%是尴尬。比方说那个泳装的照片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心想，我赶紧删了吧。那怎么办呢？但后来我爸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就不会把那个首页调好嘛。他说，你看我无意之间给你提供了一个段子，你都不感谢我。就他是这样的，对。那我觉得我的感受跟你是类似的，因为我爸爸妈妈，尤其是我妈，她干过一些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，但是比如说，他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家里面有一个我的易拉宝，就是同等身高的易拉宝在家里面。他是在哪儿收回来的？对，他就是觉得他不能够把它放在外面，他得要拿回来。所以我回去的时候，我看见我自己的易拉宝在家里面，我觉得很诡异。现在在哪儿呢？现在也在家里面。春春老师，这个我非常感同身受。我们去年决赛的时候，每个人进决赛是有个大的海报的，好像有2米高。那个海报我寄回家之后，我妈就钉在了他们床头。对，一醒就能看到。他们说儿子与我们同在，就是真的很吓人，很吓人。我也碰见我有一回回家之后，看见粉丝送我一个那种大的浴巾，我妈盖在上面写着“我爱大张伟”。而这父母在一块儿都是，他们觉得替你开心哈。贾浩有一个魔力是，他永远元气充沛，就上来就瞬间把你带到那个感染到那个气氛里边去，所以你就听得全程都很高兴。但是如果完全冷静的想的话，感觉好像跟上一场比的话，这个作品比较平，但他就有本事把这个有点像徐浩伦他们
就有本事把这个整个感染起来，所以我还是觉得特别特别好。然后其实上次看完演出，然后我结束以后想了想去后台看他，就为了让他告诉我他爸爸的那个真实 ID， 然后我就加上了，我用小号加上了。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心情不好，就在那儿钓鱼。等一互动我就特别开心的。浩哥真棒。就是他的那个状态会感染到所有的人，特别好。我觉得你真的非常幸福啊！掌声送给蒋浩，而且确实是一个越打越强的脱口秀演员，已经形成了一套他强悍的表演风格，是，并且在舞台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好。那么他是否能够直接进入到下一轮？请看。今天感觉就是自己演的挺开心，观众给的反馈也很好，有可能直接进吧。效果上来说能进，超290，超290。哦，过了。哦，蒋浩厉害啊！厉害！直接晋级。哎呀！掌声送给蒋浩，第二轮第一位直接晋级的脱口秀演员。浩哥厉害，真棒！浩哥真棒，真棒！我天哪！这个4连胜，我这也太狠了。